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1972年的德国慕尼黑奥运会，这个无疑是当时那个年代就最为盛大的一个运动会。因为当时赢得举办的那个西德奥组委呢，他是为了洗刷1936年柏林纳粹奥运会的负面影响，所以他投入了极大的资金、精力和诚意，试图办好这场奥运会。那不管是能容纳1.5万名运动员的舒适的奥运村，还是奥运史上第一届设计吉祥物的创意，还有此次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扩充到23个大项、195个小项的空前的数量，这种举动都显示出西德将奥运会的和平团结的精神传递到全球的那个诚意。但是呢，这样一届奥运会它之所以能够被人铭记，却是在奥运会举办的过程中，它就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那这起由当时的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黑九月发动了袭击，直接就将西德的诸多努力化为乌有。同时呢，也造成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丧命的悲剧，也让慕尼黑奥运会就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一次运动会。那黑色9月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激进派的军事组织，那这个组织呢，策划实施过多起的恐怖活动。而关于德国警方这种很拙劣的营救冲突双方的所涉及的巴以冲突的历史问题，还有事后呢，以色列最高情报机构摩萨德对黑9月组织高层人员长达9年的各种暗杀复仇的行动，就成为了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那事件发生是在1972年的9月5日，当时呢是慕尼黑奥运会进行到第11个比赛日，在所有人都沉浸在享受比赛的运动氛围中呢，这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而近。那9月5日凌晨4点钟左右，8个人身穿运动服拎着装备包的人就靠近了奥运村的围墙。那在一般情况下，奥运村晚上都是会关门的嘛，但是呢，总会有一些运动员呢结伴出去游玩，对吧？玩到很晚，酒吧里嗨怎么样，对吧？玩到很晚才回来。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翻过仅有2米多高的围墙，就返回到奥运村。就像我们过去在大学里边出去吃宵夜唱卡拉 OK然后半夜回来的时候对吧，翻墙进来一样。那显然当时的保安对此都是见怪不怪的，因此呢，也对这几个人的翻墙行为毫不生疑。就远处就看着其中的8个人呢带着装备包翻墙进去，慢慢的就消失在围墙后面。而这8个人正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此行的目的呢，正是奔着绑架以色列运动员的目的而来。那很快呢，潜入奥运村的恐怖分子将运动包中的冲锋枪组装好，摸进了早已经踩好点的31号公寓。那31号公寓呢，正是以色列和乌拉圭还有香港代表团的运动员公寓。那进入毫无防备的公寓之后呢，恐怖分子当场射杀了奋起反击的摔跤教练温布格以及举重运动员尤塞夫，并控制住了没能及时逃脱的另外9名以色列运动员。9月5日的早上，面对将公寓团团围住的西德警方，还有各路的体育媒体，恐怖分子呢就宣布了自己的条件。他们要求呢，以色列政府在中午12点前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否则呢就枪杀所有的人质。那当时以色列的总理呢是梅厄夫，也是出了名的铁腕人，在与西德总理伯兰特第一时间就通了电话，就明确表示我们绝不向恐怖分子妥协。既然总理是这样表态，那于是呢就剩下了唯一一条路，就是武力营救人质。那这个时候，西德警方第一个令人迷惑的骚操作它就出现了。他们当时呢，当着无数现场直播的这种摄像机，穿上了防弹衣，还套上了运动员的套装，准备伪装成运动员进入大楼去伏击恐怖分子。那同时呢，公寓中劫持人质的这些恐怖分子，他们那时候也是在看电视，就看见这些警察在换衣服，于是马上就愤怒地揭穿了西德警方的计划。那被揭穿之后呢，这个计划也只能是作罢了。那由于西德的法律它是不允许以色列政府派遣的特别的行动小组进入西德去营救他们的人，因此呢，只能由德国警方进入公寓与恐怖分子展开进一步谈判。那当时西德政府呢，只能以承诺巨额的赎金以及对恐怖分子人身安全的承诺来换取人质的安全，但是马上呢遭到恐怖分子的拒绝。那对方声称呢，自己是为了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呢让全世界听到巴勒斯坦的声音而来。那这里就有必要提及一个背景，因为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呢是参赛方，但是作为其对头的巴勒斯坦参赛的申请那却被国际奥委会故意忽视。那所以巴勒斯坦就号称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来参加这一届奥运会。那西德的谈判小组他们能做到就是拖延恐怖分子提出要求的最后期限，并假惺惺的答应他们安排飞机把他们送到埃及去。同时呢，西德警方也制定下了一个计划，
就是把恐怖分子和人质通过直升机把他们全部转移到空军基地的一个机场，在到了机场之后进行突袭，解救人质。然而这一个行动计划，西德警方呢再次出现了十分致命的错误。首先呢，当时他们并不明确恐怖分子到底有多少人。直到晚上10点钟左右所有的恐怖分子和人质一起登上警方提供去机场的2架直升飞机的时候，那他们再数清楚原来有8个恐怖分子。但是警方却在机场只安排了5个狙击手，那还剩下3个怎么办？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各个行动部门信息分享情况极差。首先是后来才确定的恐怖分子的人数并没有及时通知到机场的狙击组，导致了这个现场火力严重不足。那你及时发现、及时通知，那还可以有后补，他也没有及时通知。另外，警方的后手计划是在他们即将乘坐的波音飞机上安排一组伪装成飞行员和空乘员的警察，但是呢，这组机组人员竟然由于完全不知道行动计划是什么，又觉得会面临很大的危险，他提前跑路，人都没有。那这个时候到达机场的恐怖分子先派2个人去查看波音飞机的情况，结果上飞机之后发觉里边根本没有准备飞行员，这时候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被耍了，赶快往直升飞机回跑。在回跑的过程中，更离谱的事情又出现，有人呢突然下令狙击手开枪，然而狙击手的第一枪却又打偏了。那恐怖分子被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也是惊慌失措，对着直升机就一通扫射，所有的运动员全部死。这就是西德警方在这次行动中的第3个致命问题，他没有安排专业的军方的狙击手，而是让几个十分业余的警察去完成这个工作。在这一事件中，甚至我觉得连恐怖分子都显得要比德国警方要来得更专业。那就在这样的连环的错误之下，西德警方最终将营救事件推入一个无法避免的悲剧深渊。那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5名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有3个人呢是被活捉了，而以色列的11名运动员人质全部不幸遇难。事件发生之后，不仅引来全世界一片哗然，那大家对德国的安保工作以及反恐能力的质疑不断，更让以色列举国陷入了悲痛和愤怒之中。面对这样的恐怖袭击，以色列的虽远必诛的报复也由此展开。在铁娘子梅厄夫人带领下的以色列政府马上做出了回应。1972年9月8日，以色列的空军就发动了3次大型的轰炸行动。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多达10几个营地被毁，200多名巴勒斯坦人就被炸死。1个月之后，黑色9月组织又劫持了1架德国的航班飞机，迫使西德政府释放了3名当时被捕的恐怖分子。更令以色列全国震怒的是，这3名恐怖分子回到利比亚后，成了巴勒斯坦人眼中的英雄。那1972年底，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就下定决心展开彻底的针对性的报复行动。为此他成立了 X 委员会，以以色列最高情报组织摩萨德的负责人维兹扎米尔为行动负责人，行动代号取名为上帝之怒，目的就是将与慕尼黑恐怖袭击相关的恐怖分子全部要暗杀掉。这次颇具神秘色彩的暗杀行动由迈克尔·哈拉里作为行动指挥官，他在行动之前签订了条约，他与以色列政府就脱离了所有的关系，就是我做任何事情和你以色列政府是没有关系的，属于我个人行为，并在巴黎成立了一个总部，与自己的队员执行了长达几年的潜伏暗杀行动。从1972年末到1979年里，以色列的上帝之怒行动小组以枪杀、定时炸弹袭击、联合军方强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地这些方式将慕尼黑恐怖袭击的相关策划者、行动者一一铲除，还顺带暗杀了几个重要的黑9月的领导者和巴解组织高级成员。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的特工也经历了被设套反杀、误杀平民、炸死目标的同时也炸死炸伤无辜路人的失败行动。同时长达数年的暗杀行动也招来了黑9月的恐怖袭击报复。以色列驻英国使馆的参事阿米沙少里被邮件炸弹炸死，马德里摩萨德特工在街上被人枪杀，雅典机场的恐击事件有3名以色列旅客被枪杀，同时现场有很多人受伤，甚至连梅厄夫人也差点命丧恐怖袭击计划之手。所以在局势复杂的巴以冲突向来都是冤冤相报，无穷无尽。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慕尼黑》试图就是从慕尼黑惨案到以色列的复仇行动中的一系列故事重现，但是其中因为是正反派的塑造以及对恐怖分子的暧昧的这种态度，也引起了很多的声讨和争议。慕尼黑恐袭惨案可以说是全球反恐安保工作刚刚开始被重视的一开端。德国由于这一耻辱而特意成立的德国边防军第9反恐大队，
那关于涉及历史、政治、军事、种族等等复杂因素纠缠在一起的巴以冲突，几乎呢是没有人能够下定论孰是孰非。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老白的道听途说，感谢大家来观看这期节目，同时呢也感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